今天在市场上逛了一圈，发现现在的鸡中翅呢质量不好，价格还贵。这个是我后面去超市买的，30块钱1斤。我们来给它清洗干净，洗的时候可以稍微挤一下，这里面有一些血水，可以给它挤出来。然后在上面给它接个花刀，再来腌制一下，加入姜片、1块南乳、2勺南乳汁、1勺生抽、2勺黄酒或者是料酒，再来一点点蜂蜜，然后给它抓均匀，腌制30分钟。腌制过的鸡中翅呢，用厨房纸巾擦干表面的水分，这样煎的时候才不会溅油。一面煎定型，给它翻面煎。两面煎到金黄，加入1小碗开水，盖上盖子，焖到汤汁收干。好啦，我们的汁焖的差不多啦，翻动一下就可以出锅啦。好啦，可以出锅。这道南乳鸡翅做法简单又好吃，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哦。今天我们用这1小块猪油来做一款特别酥香的糖沙翁。准备一个锅，把猪油放在锅里，加入180毫升清水，开火把猪油化开，水煮滚了之后加入170克中筋面粉，关火倒进来，然后快速给它翻拌均匀。再给它换一个盆装，用手来揉，揉到没有干粉的状态。揉成一个软乎乎的面团，然后给它摊开放凉一下。这个时候我们来打3个鸡蛋，把鸡蛋搅散。面团放到不烫手了，我们把鸡蛋液加进来，分成3次来加，每一次呢都给它抓均匀。揉匀了再加入第2次。鸡蛋液刚倒进去的时候呢是比较稀的，揉着揉着它就吸收进面团里了。揉好了之后呢，这个面团比较软，像这样子，会比较粘手。面糊会比较粘手，我们用勺子把它一勺勺的舀进油锅里，油温大概2成热的时候就可以放下去炸。放下去了之后就可以轻轻给它翻动一下，不要放太多，它会胀得很大个。炸到一个个胖乎乎的，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。好啦，可以出锅，捞出来把油沥干。趁热裹上细砂糖就可以开吃啦。这款炸沙翁呢，它吃起来外皮酥香，里面松软，个个空心。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哦。今天我们用一个土豆，还有1块鸡胸肉来做一个减脂餐。先来把这块土豆刨去皮，稍微清洗一下，再切成小片，揉至蒸熟。上锅大火蒸15分钟。接下来处理鸡胸肉，先切小块，再剁碎。剁好了先装起来备用。土豆汁熟了，给它捣成泥。土豆捣碎了，跟鸡肉放一起，加上少许洋葱碎，然后来调一下味，加入盐，少许黑胡椒粉。先搅拌均匀，再顺着一个方向搅拌散尽。
搅上筋了之后呢，我们揪一小块下来，给它做成这样的一个小方块，就可以下锅煎了。全部做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小火慢煎，一面煎定型呢，我们给它翻面，翻了面之后盖上盖焖一会儿，记得中间要给它多翻一下面，不然很容易煎焦哦。煎好了可以出锅。我们自己在家做的麦乐鸡块呢，它吃起来鲜嫩也不干柴，蘸着番茄酱吃特别过瘾哦，好吃又减脂，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。今天我们来分享一款简单的红豆发糕的做法。这是我提前了1个晚上浸泡的红豆，已经变得胖胖的了。我们用电饭锅给它煮熟，跟着水一起倒到电饭锅内胆中，再加入适量清水，还有20克白糖，增加甜味。按上煮饭键开始焖煮。接着我们来准备250毫升牛奶，4克酵母，先把酵母化开，再打入2个鸡蛋。还有50克白砂糖，再次搅匀，把鸡蛋充分的搅散。最后加入350克低筋面粉，一边加一边搅。面粉我们要一边加一边搅拌，它才不会起面疙瘩，这样才均匀。搅好之后是一个比较硬的面糊，放到温暖的地方发酵到2倍大。我一共按了2次煮饭键，这个红豆呢已经煮得很绵烂啦，轻轻一捏就碎。我们给它倒出来放凉，还有一点点红豆水，我们要给它过滤掉。我们的面糊呢已经发酵到2倍大了，把我们放凉的红豆加进来，给它搅匀一下，顺便消消泡。搅匀了之后再进行2次发酵10分钟。趁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在电饭锅内胆里面刷上一层油防粘。再把我们发酵好的面糊倒进来，用刮刀把表面给它摊平整，然后放到电饭锅里，按上蛋缸或者煮饭键就可以啦。时间到啦，我们的红豆发糕已经做好啦，可以拿出来脱模。手不沾面也能做出蓬松暄软的红豆发糕，而且过程还特别简单。切开给大家看一下，用低筋面粉做的，吃起来一点都不会干硬，特别的营养好吃哦。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。今天我们用这2根香蕉来做一个特别好吃的香蕉酥。先把香蕉剥去皮，再用叉子给它捣碎，把香蕉稍微捣碎就可以啦，不用捣得特别烂。再准备4个蛋黄给它搅散，搅匀搅散了之后放一旁备用。还有面包糠也提前准备好。然后我们来准备2张威化纸，把它重叠在一起。在一头呢放上一勺香蕉，再来一点点芝士碎。然后把它卷起来，卷成小小个就好，不要太大。再沾上鸡蛋液，然后裹上面包糠，就可以下锅炸啦。油温3-4成热就可以放下来炸。油温不要太高，中间给它多翻动一下，这样才能够受热均匀。炸到金黄酥脆就可以出锅咯。
今天这款香蕉酥呢，吃起来外皮酥脆，里面香甜拉丝，有条件的话加上榴莲也更好吃哦。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。从过年到现在，这雨下个没完没了的，又湿又冷，很难受。今天我用这个猪肚来分享一款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喝的汤水。先来把猪肚清洗干净，加入1大勺淀粉，1大勺盐，用手呢给它里里外外的搓洗干净。翻过来，里面的粘液呢特别多，一定要加多些生粉，多搓洗一下。猪肚洗干净了，冷水下锅焯一下水，加入姜片跟葱节，还有白酒去腥，焯出来好多浮沫，我们给它撇一下。煮开了之后再煮5分钟，焯好了再捞出来清洗一遍。然后我们再把这里的白色跟黄色的膜给它刮干净，这个不要烧。刚过完年，这个猪肚还是好贵哦，60块钱1斤，这一个呢我买了90块钱。处理干净了之后，给它切成长条。接着我们再来炒香30克薏米，薏米炒过之后呢，它没那么寒凉。炒好先倒出来备用。再来起锅热油，加入几片姜，先把姜稍稍爆香，然后加入猪肚，翻炒香。猪肚炒过了之后呢，再来煲汤，汤色会很奶白，而且特别香。把猪肚炒香了，就加入开水，再次煮开，放到砂锅里。开水一定要一次性加够，后面不建议再加水咯。像这样潮湿的天气呢，还可以加一些五指毛桃。这个五指毛桃我已经泡了半个小时了，清洗干净就好。洗好的五指毛桃呢，加到锅里。再加入刚刚炒好的薏米，可以再来一点点胡椒粒，盖上盖子，大火煮开，转小火煲40分钟。整个厨房都是满满的五指毛桃跟猪肚的香味，我们来加一点点盐调一下味就可以喝啦。五指毛桃猪肚汤呢，很适合春天这个季节喝。湿冷的天气喝上一碗热乎乎的，超舒服。这样的方法煲出来的汤呢，特别奶白，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。今天天气特别冷，我们来分享一款简单又 Q 弹的小点心。准备20克瑶柱，用温水给它泡发。接着再准备1根萝卜，刨去皮，洗干净之后擦成细丝。刨成丝了之后呢，加1勺盐，给它拌匀，杀出水分，大概腌个20分钟左右。瑶柱泡发了之后呢，我们用手稍微给它撕碎一些，然后我们再用小火把它稍稍炒香，加一点点洗干净的虾皮，把水分炒干炒香就可以离火。萝卜杀出来很多水，我们把这个水分给它挤干。挤干水了之后打散，把我们的虾皮跟瑶柱放进来，来一点胡椒粉增香，再来一点点食用油，最后加1大勺淀粉，给它抓匀。接着我们就可以给它团成丸子了。全部做好了之后呢，就可以冷水上锅蒸12分钟。然后我们来调一个酱汁，准备蒜末跟辣椒圈，泼上热油，淋上生抽，搅匀就可以啦。时间到，可以出锅啦。一个个晶莹剔透的，特别好看。上桌前来个葱花点缀一下，看起来会更水灵。吃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蘸着酱料吃，一口一个，特别过瘾。喜欢的朋友你也收藏起来试一下吧。很多宝妈会说烤的蛋糕呢比较上火，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不用烤箱也不用蒸锅的蛋糕做法。先准备2个鸡蛋，把蛋黄跟蛋清给它分离开。在蛋黄的这一份呢，挤入40克新鲜的橙汁，一个小小的橙子挤出来汁差不多。
再加入10克玉米油，给它搅匀。再来塞入40克低筋面粉，然后给它搅匀。最后搅到没有面粉颗粒，呈这样的状态就可以啦，放一旁备用。今天我用到的是一个 BB 包，先在炖盅的内壁呢刷上一层薄薄的油，这样子可以很好的防粘。然后在底部放上一张油纸，比较好脱模。接着我们来打发蛋白，加少许白糖，再加个底味就可以啦。打到提起打蛋器呢，它成一个小尖角就好啦。然后舀一半的蛋白双到蛋黄糊里面，给它搅匀，上下翻动着搅。然后倒回蛋白霜里，继续搅匀。完全搅匀了之后，就可以倒到炖盅里，盖上盖子就可以放到 BB 包里隔水炖啦。BB 包呢可以提前加热，放上去按任意键隔水炖25分钟就好啦。时间到了，给它关火，拿出来放凉就可以啦。蒸出来满满一炖盅，侧身过来，这样子呢放凉比较好。左右转几圈就很好脱模啦。用 BB 包蒸出来蛋糕呢，它特别细腻绵韧，这个蛋糕适合12个月以上的宝宝食用哦。另外，我们再来分享一款特别适合宝宝喝的营养粥。准备60克大米，洗干净，再加入切成小丁的胡萝卜跟淮山。然后我还提前泡发了一些瑶柱，我们用刀呢给它压碎。这瑶柱呢，它锌含量特别高，放到粥里面煮粥呢也会特别鲜甜。一起给它加到炖盅里面，再来适量清水，放到 BB 包里面。然后呢，我们选择肉类粥，炖1个半小时就可以啦。炖了1个半钟，我们这一锅营养粥呢，吃起来是特别细腻顺滑的。这里面的食材呢也炖得很绵烂，超级鲜美又很营养，小宝宝们的最爱哦。一份沉香蒸蛋糕跟一份营养粥推荐给各位宝妈们，喜欢的朋友赶紧试试。再来看一下这个蛋糕的内部组织，特别的细腻，完全不用担心宝宝不好吞咽，一点都不会干的哦。